那最后我们10分钟很快的介绍完最后的这些，刚刚我们看到是这些像是它的这个 system 的 architecture 所以它的架构、系统架构。那我们最后呢会看的是它的使用以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为了不同目的而设计的这些电脑系统那每个电脑系统它使用的系统架构，当然也都可以啦，对不对？像手机我也是 multi core 的或者是甚至于现在很多也的确有用这个 GPU 跟 CPU 同时在帮你做计算，就算是一个手机它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好，那不过这边呢，我们是以它的使用的角度来做一些区分那这边介绍当然是最常见的那第一个呢，大家要知道的叫做 real time 的 OS 或者 real time 的电脑系统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一个什么叫做 real time？ 大家可能会想说real time 通常是指很快、很及时、很 real 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要做什么事，它立刻去做。但你看到 real time 的定义其实是相反的所以 real time 的定义是说，你就慢慢做多慢没关系，但你要在 deadline 之前做完所以其实它并不是要你立刻做，而是每一个工作它会有一个 deadline那你的目的，这个电脑系统 OS 它有 scheduling 嘛，对不对？所以 real time 的这个系统的 scheduler 是最 critical 的，因为这个 scheduler 必须要 make sure 执行的顺序，让大家可以在各自的 deadline 之前做完所以这就很像各位在写作业一样啦那我们之后会介绍，这个我们是会去介绍的，在 scheduling CPU scheduling 的那边会介绍 real time 的 scheduling algorithm那最有效的 algorithm 呢，叫做 earliest deadline first， 也就是各位写作业的方式，最早 deadline 的赶快先做再说嘛，对不对？然后先就最近的，剩下再看看怎么办这是很直觉，但其实是很有效的一种 algorithm当然你要能够保证不会 miss deadline 的话，就不是这么单纯的了那只是一个基本的方式，然后通常有不错的效果但不能够保证任何事情好，所以 real time 的例子这个其实是在 deadline 之前做完那为什么这个 deadline 做完就好了？因为这个 deadline 当然不是那么的 loose 啦，对不对？是使用者来定义的所以这个 deadline 指的就是使用者认为他可以接受的 response time 或者 reaction time或者是你做一个 decision 的 critical 的 point 在那之前你能够做出来的决定就好，或者完成就好所以通常 deadline 不会那么的 loose在这些系统上面那这些 real time system 其实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电脑现在是无所不在你买一台电脑现在大家都已经在讲买台车子，大家都已经在讲一台车子就应该把它想成是一台电脑，只是多了4个轮子这是非常非常 real 的这个说法未来也的确如此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些很复杂的这些 machine 其实都是靠电脑控制，那这些 control 其实都是跟时间有绝对关系的，对，你踩了油门，结果车子不会跑，那你可能就完蛋，对，或者踩了刹车，结果车子却不会停，那就撞车啦，对。那所以这些其实都有时间的观念在里面所以这其实都是靠 real time 的 OS 在控制这个 device 或者说这整个 machine 所以其实非常多你可以看到weapon 对不对？这种比较不好的啦，武器，这当然都是这种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医疗或者是很多的 control 的 system 全部其实都是 real time system 好，那虽然说他们都是 real time system 啦，但是 real time 的 system 呢，我们又会把它分成 hard real time 跟 soft real time 那其实这两个这个区别就如字面所说的意思所谓 soft 就是我尽量完成这个 deadline 如果很不幸的我没完成，大概天也不会垮下来也不会真的有人因此而这个挂掉或是之类的所以它就是所谓的 soft， 就是我尽量那我就是以 priority 的概念大家尽量去根据 priority 去做完它就对了这就是所谓的 soft。最标准的例子呢，就是 multimedia again 就是大家常常在看网络上的 streaming 的服务，对不对？你一定会发现，你通常会先看到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影像的框，对不对？当你搜寻真的不好的时候，你会先看到框，搜寻好一点，你开始看见好像有些颜色
然后再好一点，它的解析度开始慢慢增加，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soft real time 的系统啊，因为它会去做 prioritize 啊，所以比较重要的线条，它的 priority 比较高，它会先送啊，比较不重要、高解析度的资讯，它会后送，所以它就可以做区别啊，所以最有效的达到使用者的满意度啊，这是最标准的一个 soft real time 的系统。好，那 hard 对不对？当然就是反过来，就是这就真的不是闹着玩的了啊！所以你如果 miss 的 deadline， 任何一个 deadline， 你就会有 fundamental 的这个 failure， 也是整个系统就会 crash 掉了啊！所以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车子啊，或者武器的控制系统等等，大部分这些很重要的 control system 都是 hard real time。所以像欧洲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可能觉得美国好像都是这个资讯产业的大国，对不对？其实啊，在欧洲他们的 real time 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好的，好，尤其是像是德国这些，他们是控制汽车嘛，对不对？这些全部都是 real time system， 所以其实它是另外一块完全不同的 application， 而且其实是很重要的，也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些全部是 hard real time system 的设计，那所以像刚才说，这样的系统的这个挑战，第一个是 scheduling algorithm， 我们之后会介绍一些。第二个部分就是你会发现的是，这些系统通常没有 secondary storage。什么是 secondary？ 我们之后也会再多讲啊。简单来讲就是没有 hard drive， 全部都放在 memory。我们电脑里面 memory 叫做这个第一个 level 的 storage。memory 之外的，我们称之为 secondary storage。那意思就是只能够放在 memory 为什么？因为 disk 太慢了嘛，对不对？这些 storage device 就是更慢，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们读取的时间不好掌握那不好掌握的结果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它要花多少时间可以做完一件事，那你基本上就没有办法 control 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的 hard real time system 他们就不太喜欢或尽量去避免 secondary storage 的使用。全部把它放在 memory， 或者是想办法你要的资料一定要在 memory。那怎么样确保这件事？那就是一个设计的问题了。好，可以哈。不过 hard real time 其实是非常重要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系统那各位的电脑当然你会发现是不是这种没有特别去用 real time 的 OS。所以概念是也是 OS 要实现啦，对不对？所以hardware 都是在那里，可是为什么可以是 real time system？ 为什么不是？就是 OS 的控制的问题了。好，再来两个，现在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熟，10年前大家还要想象一下这个现在这个世代不一样了所以 multimedia system 对不对？大家用手机用这些全部，我想都是在做这些影音的这些application 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这其实是一类型的系统就叫 multimedia 的 system 就像图形speech 或者是 video audio 这些东西那其实是过去这3年来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领域了那它常见的大家不外乎嘛，就是其实它是 soft real time， 对，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然后它有我们常分成的 on demand 或者说是 live意思就是说你是直接就可以取得这个资讯，还是说它其实会先 buffer 在或是存在某一个地方所以传输方面它也可以做一些区隔然后这些你会发现就是他们都有很重要的压缩的技术在里头，对不对？所以各种影音影片或者是这些照片，你会发现有一大堆的格式，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因为他们的压缩方式不同，因为这些资料实在太大，可是又不是都那么重要，你都知道，对不对？所以说就有各式各样的压缩方式有些可以让它资料量比较小，但是画质差然后有些可能解压缩快，有些是压缩快各有取舍就看使用的特性等等好，很好。那这块我们是会后面就不会再讲了这个可能是一些研究所或者是大四选修有一些 multimedia 的课大家可以去修这些课去再了解第3类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 handheld device 啦，不用讲 embedded system， 对不对？所以这些特色是什么嘞？就是它们都是这个 mobile device， 可以到处移动，
然后体积很小的，对不对？就像手机，大家都知道。那它跟一般的电脑系统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的 hardware 通常是 specialized 的，对不对？没错吧？就是像手机没有 keyboard 啊，对不对？所以它很多东西是没有的，才能够做到这么小，然后目的是非常专一的哦。所以它的 OS 呢，通常一定都是 customized， 就是说它也是 specialized 的哦，也就是它很多的 component 呢，通常是可以去 modularize 的方式增加减少。哦，所以才可以有办法去适应各种不同的 embedded 的 system， 哦，或者是这些手机等等，哦，所以我们当然知道像 Android 啊，对不对？就出来了嘛，哦，所以 OS 一直都有，可是也没有人装传统的 OS 在手机上啊，为什么？因为会发现它不符合你的需求，它的效能可能没办法很好，或者说它光 run 个 OS 就吃掉你大部分的资源，所以没有人会很开心，对不对？然后对电力的管理非常差，或者没有，因为传统 OS 就不会管嘛，我就是插着 power line， 谁管有多少电，对不对？可是手机这是非常 critical 的，哦，所以它的设计很多就不一样，哦，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 ，memory 会比较小 ，processor 再怎么样它也是比较慢啊，对不对？所以才有云端的概念，因为你可以把东西丢到别人那边去算，而不要自己算，哦，那你的这个电，对，尤其像我知道这个。Pokemon Go 一出来，大家讨论第一个就是大家去买行动电源，对不对？这个电的重要性就会明显的出来了啊。然后怎么去 display I/O， 这个是完全不断需要做改善的。好，好，最后一页了哈。那所以大家可以看见了哈，基本上其实我们刚才介绍很多的电脑系统，就是你可以去这只是参考而已啦哈。根据它的计算的这个能力啊，或是根据它怎么样去连接啊。或者是它的目的是什么啊？其实就会有这些各式各样系统的名词出来啊。倒不是要把它们都背起来啦，而是说今天，比如说你跟别人在谈话的时候说 multimedia system， 你总要稍微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一个系统，对不对？它的设计的考量是什么？它跟一般的系统的差别在哪里？这个基本的认知还是需要有的啊。那倒不是需要去讲到它里面怎么设计这么 detail 的东西，哦，好，很好。那最后两个啦，哈，你可以看见我们特别加的，就是在过去这5年啊，大家不可以不知道的云端计算，所以是完全另外一种形式提供计算功能的系统，哦，就是 cloud computing。好，透过网，我透过 internet， 把 internet 当成我的电脑在用，这是一个非常现在已经完全实现非常普及的一种方式了，哦，那或者是这些手机，所以手机呢到了极致，就是各位现在应该也有听过的物联网，哦，所以就是把所有的物品都把它连在一起，做计算、做沟通等等，哦，所以这都是需要新的作业系统它的开发。